有小伙伴是那种压抑情绪，假装一切都很好，即使事实明显是不怎么好的人吗？也许会认为把自己的感觉隐藏起来更容易，但事实是忽视他们可能是危险的。这支影片我们将揭示隐藏情绪的后果，并告诉大家为什么直面情绪如此重要。我们还会提出一些建议，教大家如何学会管理被隐藏的情绪，避免负面后果。这是一些真知灼见，那就开始吧。生气，我们时不时都会有点生气，这没关系，因为生气是一种重要的情绪。这是有资质的心理学家和治疗师鲁恩·莫尔巴克博士对此的看法。生气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的自由被压制了，如果我们的骄傲被伤害了，如果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被否定了，或者如果我们的感受被忽视了，生气提醒我们，我们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委屈。生气有时对我们有益，但忽视它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2012年发表在《认知行为疗法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压抑愤怒与广泛性焦虑症有关，甚至会加重其症状的严重程度。2016年，西班牙心理学杂志的另一项研究发现，倾向于压抑愤怒的人，比那些压抑愤怒程度较低的人，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更差。这可能是因为压力和愤怒激活了身体的生理反应，比如心率和呼吸的变化。这就是为什么学会以一种健康方式表达和调节愤怒很重要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可以看看心理学上一个流行的概念——愤怒冰山，由来自戈特曼研究所的心理学家朱莉和约翰·戈特曼提出。它意味着要认识到自己愤怒表面下的不同情绪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看看描述栏中的一些工作表，了解更多。孤独、分手、远离朋友，或者只是没有人可以说说话，这一切都是会引发孤独感的。有了孤独感，可能会让人不舒服，但它可以教会你关于社会关系的宝贵经验，以及伸出援手的重要性。把孤独感赶走，有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孤立无援，从而恶化心理健康状况。201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孤独方面的心理学综述发现，孤独会导致抑郁、无助，甚至经历痛苦，但与愤怒、忽视类似，孤独已经超越了心理问题。2021年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孤独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身体问题。该研究的作者认为，这是一种免疫代谢综合症，因为它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它会引起炎症和整体免疫系统减弱，使人更容易生病。这就是为什么不应对它视而不见。有资质的社会工作者利亚·阿吉雷建议，试着带着更多的好奇心和自我同情来对待它。他说，独自度过美好时光可能会有所帮助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你上一次犒劳自己是什么时候？重新认识自己可能会有益。请注意，你实际上从未孤单，因为你始终拥有你自己。嫉妒是种复杂的情绪，很难驾驭。根据婚姻和家庭治疗师艾普利尔·埃尔德米尔的说法，嫉妒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脆弱之处。感到嫉妒时，这可能表明在质疑自己的外表、自己的人际关系，甚至是自己的价值。忽视这个红眼怪物，意味着这些不安全感不会得到解决，而是会被用来对付自己。发表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嫉妒会导致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。研究人员观察到，越嫉妒的人越有可能进行身体攻击，比如打人或推推搡搡，以及被动攻击，比如无视让他们生气的人。这些行为还有可能会持续到成年，并且也有可能损害到人际关系。如果不解决自己的嫉妒问题，可能会变得好斗或控制欲强，即使不是故意的，但最终自己的恋情可能会受到影响。婚姻和家庭治疗师维基·波尼克向健康热线解释说，持续的嫉妒有时可能与焦虑或自尊问题有关。他说，学习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都能自动帮助缓解嫉妒。为了解决低自尊问题，他建议要确定个人价值观，如同情心、沟通或诚实，并确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这些价值观。这样做可能会有机会注意到自己的积极品质，增加自己的自尊感。羞耻，我们经常感到的另一种情绪是感到羞耻。一些研究，比如去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研究，认为羞耻对我们是有用的。
这种观点认为，羞耻教会我们如何被他人看待，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。它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情感，帮助我们规范自己的行为，并遵守社会规范。但如果一个人忽视羞耻，可能会觉得与自己想成为的人脱节，这种感觉反过来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些负面影响。研究表明，感到羞耻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。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2019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羞耻和自残之间的关系。研究人员发现，自残的人通常有更会感到羞耻。1年前，发表在《心理学与心理治疗杂志》上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有证据表明羞耻可能与饮食失调的发展有关。为了从羞耻感中恢复过来，有资质的临床心理健康咨询师哈利·沙菲尔建议接受并分析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另一个有用的建议是学习如何关注自己当下可以做的事，而不是过去发生的事。你忽略了哪种情绪？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希望在这支影片中，大家了解到，压抑自己的感受对自己没什么好处。情绪无论多么愉快或痛苦，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，了解我们需要什么。我们希望大家学会如何倾听这些感受，以健康的方式表达它们，从而改善身心健康。别害怕向朋友、家人或专业人士求助，我们支持你。记住，你很重要。